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 Claire，我是今年在瑞典的交换生，然后我来1年，我原本在台湾是读交大机械系，那我现在是大3，所以我是从去年8月出来，马上就要回去了，大概剩1个月，这也是为什么我会想开始录影片记录我的生活，还有介绍瑞典给更多台湾人知道，因为我自己来之前我对瑞典也没有很了解，然后其实能知道的瑞典资讯也是少数，还是台湾人比较常接触，还是什么德国、法国、英国之类的吧，所以对北欧比较不熟悉。首先大家的印象，高税收、高福利、IKEA、H&M、肉丸都是对的。然后我也有很多朋友到现在还搞不清楚我在瑞典还是瑞士，不过没关系，反正马上就会知道了。瑞典的占地是45万平方公里，然后它是台湾的700倍大，所以可是它人口只有台湾的1半不到，然后大概是1000万人，所以其实它的人口密度还蛮低的，跟台湾比，对。然后首先，瑞典的首都是斯德哥尔摩 Stockholm， 然后在第2大城市哥特堡 Göteborg， 第3大城市马尔默 Malmö， 第4大城市 Uppsala， 第5大城就是我所在的 Linköping 了。可是其实说是第5大城，其实没什么东西。我是台北人，我刚到新竹念书的时候，觉得新竹怎么可以这么荒凉，什么都没有。然后到瑞典就觉得，新竹还是不错的，就是这边的第5大城就是什么都没有。对，然后再来，我想讲一下瑞典的大学。瑞典的学制是5年，3年学士，2年硕士。然后通常在同一个学校完成，其实很少听到会有读3年的，所以大部分人都是一次读5年，然后一次就直接拿到硕士学位，极少数才是拿学士学位。然后他们完全不在乎排名，就是瑞典本身境内还是没有在排名的，虽然还是有世界排名，可是我认识的瑞典人都完全不考虑那个，他们觉得你想要读哪个领域，想要跟哪些教授比较重要。然后另外一方面，他们也很在乎大学跟企业的合作。以我在的 Linköping University 来讲，它就是跟瑞典国宝 SAP 合作。然后Linköping 其实是 SAP 的地盘，就是他从2战的时候坐飞机开始，到现在坐车，他的大本营其实都在 Linköping。然后像大家比较常听到的 KTH 皇家理工学院，它就是跟 Volvo 合作，所以他们其实蛮在乎你的合作关系的。然后再来说一下瑞典人，瑞典人都很高，然后我刚来的时候觉得我进到巨人国，明明在台湾不矮，可是来这边就变超矮，然后完全被淹没。然后这边欧洲越北边头发越金，皮肤越白，所以其实瑞典人都是蛮我们印象中金发碧眼的那种人，大概1半都是金发吧，很多。然后他们其实以他们的讲法，他们很 shy， 他们不太敢跟别人讲话。可是以我们的讲法，大概就是高冷吧。他们比较有距离感，可是他们很有礼貌，所以你问问题，他们都会回答你。只是可能交朋友比较难，就是他们比较难跟外国人熟。只有一个状况例外，就是他们喝醉酒的时候，他们喝酒喝得很凶。然后喝醉酒就超友善，平常超不友善。平常就是你问他问题，他就回答你，然后问完就拜拜这样。对，然后瑞典有瑞典的语言，就是瑞典是讲瑞典语的。然后瑞典语其实跟德文蛮像的，所以像如果你学了德文，可是没有很好，像我，然后我来这边，我的德文就忘光了，因为我都开始学瑞典文，我德文就忘光了。对。然后它的语言其实就是跟德文蛮像的，然后跟英文有些词是通的，可是还是算比较难学，我觉得啦。然后这边可是瑞典人都会讲英文，我目前没有遇到瑞典人是不会讲英文的，所以不管你去哪里，只要你愿意问都没有问题。只是你在比方说超市买东西，或是任何指标的时候，他们还是瑞典文的指标，所以刚来的时候会有一段时间要适应，会看一些名词比较辛苦。不过其实不会就问就好，他们都会回答你，然后也都会讲英文，所以其实这个是完全没有问题的。然后瑞典其实移民蛮多的，像这边其实比较常见到路边如果有 homeless 的话，他们很常是罗马尼亚来的。然后如果
其实亚洲移民也很多，很多中国人跟中国、越南，然后就蛮多的，亚洲移民蛮多的，所以瑞典本身还蛮国际化，就是蛮多元的，社会蛮多元，所以他们不太会歧视，就是他们对谁都冷，可是不会特别对你歧视。我没有遇过在瑞典被歧视的状况。像我们学校还有很多很多的印度人，所以其实它的组成真的蛮多元的。然后瑞典的酒是管制的，等于是你要去公卖局才能买，然后他们这边的叫做 Systembolaget， 就是它其实很常见，在每个城市一定都有至少一家，可能很多家。然后你可以在超市买到 beer， 就是低酒精浓度的可以，可是如果你要买 alcohol 就一定要去 Systembolaget， 没有别的地方有卖，他们就是一定要公卖局。然后他们这边的酒其实蛮贵的，就是如果有在喝酒的应该知道 Absolut Vodka 也是瑞典产的，可是其实瑞典买会比其他地方买还贵，因为税太重了。对，然后天气的话，以 Linköping 来讲，我们比斯德哥尔摩还要再南边一点，可是我们冬天一样会到-10度或更多一点。对，然后夏天其实不用到夏天，像现在5月多的时候，天气就是白天大概19-20度，然后到晚上或早上会蛮冷的，就是大概6-7度，所以还是要穿个外套。然后因为这边的太阳并日晒时间并不长，就是冬天很长，所以瑞典人只要有太阳，他们就会很兴奋的跑出来晒太阳。你可以在任何地方，包括学校草坪上，任何地方都会看到有人躺在那边晒太阳，而且很多。然后其实来久了，你应该也会蛮喜欢晒太阳的。对，然后他们也很喜欢野餐啊，然后去户外这样。对，然后瑞典的话，它跟其他欧洲比较不一样。欧洲有些国家它很多礼拜天是全部都不开，什么东西都没开，超市也没开。瑞典的超市是会开的，然后它的营业时间也正常，它不会缩短，所以不用有囤粮的问题。对，然后我希望我可以有更多的系列，然后可以介绍 Linköping， 介绍交换生，介绍我们学校，跟介绍这个城市这个国家。希望大家可以支持一下，也希望我不要太懒。然后之后会再有影片介绍其他东西，然后应该会带你们出去，也会介绍我的房间，介绍宿舍这样。拜拜。